她一直是个传说。一张童年照片，一个假名，一段哈佛生活，让全中国的吃瓜群众在红墙内的迷雾中猜了又猜，扒了又扒。直到最近，那个在习近平身后大包小裹、低调谨慎的女子，又被传出是红潮公主席明泽。虽然真假难辨，但网络却炸开了锅。未来女王真露脸了，这回准备接班了，政坛弃子吧。中南海最神秘的一张牌怎么都打出来了？观众朋友，您觉得那个姑娘会是席明泽吗？今天我们来重温席明泽的故事。这些年，席明泽就像一缕青烟，躲过了媒体的长枪短炮，避开了红墙的明争暗斗，静静潜伏，悄悄成长，但终究没有逃过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。他的哈佛身世被翻，他的婚事被挖，他不出圈却掌握流量，他不发声却牵动风云。但席家有女初长成，真的能够为天下开明，责备苍生吗？你好，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，我是田真。席明泽于199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，小名木子。那个时候，他的老爸习近平在当福州市委书记，他的妈妈就是军中一朵花彭丽媛。他的名字明泽据说是爷爷习仲勋给取的，意为天下开明，责备苍生。这妥妥的红三代啊！网络流传的一些习家旧照，童年婴儿肥的席明泽成了他公开亮相的最高清版本。此后，这位红潮公主就躲在深宫的迷雾中，难得再见她的芳容了。据彭丽媛透露，女儿小学就读于北京景山学校，后来他爸到浙江高就，席明泽也跟着去读了杭州外国语学校，接着进入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学习同声传译。在席明泽16岁的时候，也就是2008年，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没几天，他就从北京来到汶川的汉望东汽小学，在那里参与抢救伤者，为灾民做心理辅导等工作。在当志愿者的8天里，小姑娘没有叫过苦。美国《纽约客》杂志曾引述消息称，2010年席明泽利用化名楚晨在哈佛大学主修心理学和英文。据知情人描述，席明泽样貌平凡，性格开朗，还带点男子气概。他并非千金小姐的派头，在哈佛时也爱逛街、坐地铁，接地气的就像个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。这跟其他张牙舞爪炫富的红三代完全不一样。在哈佛，知道他真正身份的人不超过10个，仅限于亲密的友人和几位教职工。当然了，他爹还是派去了保镖，24小时的保护席公主。席明泽于2014年在哈佛大学完成本科学位后，于2019年又重新回到美国，报考哈佛研究所，攻读了硕士学位。无奈君命难违，被父亲强制召回国之后，席明泽就过上了地铁梦碎、保镖环绕的孤岛生活。有人说，他是习近平的翻译和秘书。说到这个职业，不就和最近出场的那个姑娘在习身后拎包的那位好像有点对上号了。还有人说他是习近平的智囊，毕竟人家顶着哈佛的学术光环。有传他参与负责学习强国项目，那是习近平的政治符号。也有传一个关控公众号学习小组的博文中出现了明泽的作者署名，因与席明泽发音相近，被猜测是席明泽在指点江山，但这些传闻都没法获得证实。不过这中南海的生活恐怕比清宫还闷。知情人还说，他偶尔也会任性，想坐地铁出门转转。每当这个时候，中南海的保镖和便衣们只好里3层外3层地围着他。这公主生活也不容易，
坐个地铁还得带一个连的武林高手。还有体制内部人士爆料，习明泽小时候和爸爸最亲，长大后和习近平的关系并不融洽。他不喜欢父亲的独断专行，劝他做事留有余地。他也担忧习树敌过多，一旦下台对他不利。爸，咱是不是该考虑一下还政于民了？你还年轻，政治是爸爸的事。就把习公主给打发了。父女俩关系一度降到冰点，看来是皇帝不急太女急啊。不过习明泽还是有先见之明，他的老父亲现在似乎就在大权旁落中裸奔呢，身边已没人护驾。哈佛女孩不知道有没有法子帮爸爸收场。习公主想还政于民，这个说法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，但毕竟哈佛出品，品质保证。习明泽喝了多年的洋墨水，对中共那一套失去兴趣，内心崇尚自由民主也不是不可能的。之前有分析认为，中共红三代大多在国外求学，生活奢华，与红二代的世代裂痕是普遍存在的。但问题是，即便习明泽真有还政于民的愿望，那也只不过是红墙内一场美丽又苍白的幻想。在他爹曾经独大的那片土地，阳光早被过度监控和维稳的乌云遮蔽。按照老剧本，习明泽就是朝鲜的金主爱。如果真的中共内乱，习搞不定党内接班问题，干脆传位给女儿。但现在看来，他爹已经指望不上了，已经没有那个实力把王位传给他了。那后宫中的母后呢？彭丽媛一直被比作江青第二，他们两人都属虎，都来自山东大地，他们都曾是明星，分别为红朝地表上的两个最强男人诞下女儿，没有王子继承王位。虽然网络上有流传彭丽媛或许会倒戈张幼霞，以报习近平多年来身边莺莺燕燕的仇，但这些只是一笑而过的笑谈。彭丽媛或习明泽接班，或母女双人的政治组合，最后只是个虚妄的故事罢了。假设出现历史上外戚干政的场面，彭丽媛掌权，习明泽出来辅助母后，那也是相当危险的，必然引起红朝各方势力再来一场混战。此外，习明泽在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早已欠下人民一份血债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习明泽到底长啥样？2019年，习明泽身份证照外泄，让他的正式照片终于曝光。还好他看起来更像妈妈。不过这张证件照却成了风暴的引子，中共警方闻风出击，一口气抓了24个年轻人当作祭品，其中一直在喊冤的牛腾宇受尽折磨，最后被赏了一张14年的牢饭。至于习公主是否知道自己这张证件照换了别人的青春，没人知道。但这场闹剧也正是中共体制的冰冷写照。红朝公主一张脸，平民少年一条命。众所周知，当一个女人到了30加还没结婚，不管你是普通白领还是天之娇女，都会让身边长辈焦虑的直摇头。而红朝公主多年前江湖就早已盛传，习近平为女儿的婚事大伤脑筋，但女大不中留，习明泽下嫁了。至于红朝驸马是谁，传闻的版本比清宫剧还要多。流传最广的驸马爷名叫卢洪峰，来自浙江，清华毕业后赴美康奈尔镀金，还当过花旗银行的副总裁，听起来金光闪闪，看上去长得也不赖。但是话锋一转，此君离过婚。离婚就算了，前妻还是另一位红三代。这是啥？红色爱情大乱斗？令人不禁直呼，这不是陈世美再现，就是红潮版的回家的诱惑。谁做的背调啊？公主怎么能当接盘侠？估计这一波讨论，连秦香莲都想来点个赞。
被拉进瓜田的备选驸马还有几位，从市长、副国级到工业富豪，因为这些瓜还没熟就烂了，证据全无，纯属网友自娱自乐，我们就不一一说了。神通广大的观众朋友们，如果有知道内情的，不妨留言分享给大家。不过，不管谁当上红朝驸马，都得先学会玩权谋。习家被曝私事，也是中共高层权斗激烈所致。今天是皇亲国戚，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，扮演的实在是太高危的角色。来了，疑似红朝公主席明泽的 X 账号来了，昵称还亲切到不行，叫 My Moment。 乍一看像个青春少女的网志，但仔细一瞧，这怎么都是习近平出访接见外宾微笑抛媚眼的照片，还时不时发几张中南海私藏合影，连国家一级档案都自叹不如。资料库之完整，让人不禁大喊，这根本是习家相簿高调上线。最让网友围观的还是那张父女自拍，习近平难得露出慈父笑，旁边的女生贴了一个大脸笑的卡通，娇憨可人，配文还来了一句魔性金句，丢掉幻想，勇于斗争，心情大好。这是什么神奇混搭？战狼式标语加王美语录的组合，堪称大外宣的卖萌版。这位公主嫌疑人还不时地向网友发出灵魂拷问，看看像不像我妈年轻的时候，想和我爸说什么？评论区秒变中南海一家亲角色扮演现场，甚至还有粉丝留言，公主吉祥，皇上万安，一股浓浓的古装剧上头感。不过呢，想在这个皇女账号下面发言门槛可不低，因为早就开启了皇权封口术，只有被他关注的账号才有资格留言。至于那些讽刺吐槽的账号，不好意思，统统被拉黑。网民给这招起了个名字，叫做习近平。怎么连海外社交媒体都有了红潮的御前侍卫？但这账号到底是不是习明泽本人在经营？说实话，证据不够，不能乱定罪。在2019年最活跃时期，发文密度堪比新闻中心的账号，而且内容几乎是官方摄影机里都看不到的中南海视角，那操作水准怕不是某大外宣团队在背后亲操亲导。红二代的卖萌亲民也得配合红一代的治政理念。My moment， 这到底是习明泽的时刻，还是中共精心设计的镜头？还是网友一句话总结得好，他爹的时代也就是一个 moment， 一个瞬间，转瞬即逝。说得太有诗意了，也太扎心了。习家有女初长成，藏在深闺无人知。是接班，是弃子，还是那个不经意间改写历史的传奇角色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观众朋友，如果您也对这场正在续写的宫斗大戏有预言、阴谋论或者彩蛋，我们评论区见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心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又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